你年终奖200万，拿188万给我随礼。他不知道，他要嫁的集团总经理是我亲哥，我哥3年前就结婚了，嫂子是军嫂，破坏军婚要坐牢的。好的，领导，明天我一定到，还会送你一份大礼。算你识相，记得把钱带上。188万，1分都不能少。林薇是我的直属领导，公司市场部的主管。平时他对我就各种看不顺眼，总觉得我抢了他的风头。说实话，我也不在乎他怎么看我，反正我是靠业绩说话的。我进公司3年，从一个小小的市场助理做起，靠着拼命3郎的劲头和敏锐的市场嗅觉，硬是拿下了好几个大客户。去年1年就创收了6000万的业绩，占整个市场部的1半还多。林薇作为主管，业绩却连100万都不到，全靠拍马屁和搞关系混日子。他嫉妒我，这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每次开例会我汇报业绩的时候，他的脸都黑得像锅底，手指把笔攥得咯咯响。但这个时间点打电话也太离谱了吧，窗外黑漆漆的，连路灯都昏昏沉沉，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夜车声。我强忍着困意滑动接听。赵熙，明天我结婚，你必须来参加我的婚礼。电话那头，林薇的声音尖锐的，像是要把我的耳膜刺穿。那种声音不是正常说话的音量，而是刻意拔高了好几个调，像是在跟谁示威一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仿佛在给我下达一个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跟他在公司里布置任务时一模一样，不，比那还要强势100倍。我愣了2秒，脑子还没完全清醒。婚礼，他什么时候谈的恋爱？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虽然我跟他关系不好，但公司里也没听人说过他要结婚的事。上周他还在办公室里跟人吵架，因为一个项目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把实习生骂哭了3个。怎么突然就要结婚了？难道是闪婚？林主管，新婚快乐！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礼貌一些，毕竟他再怎么讨厌，也是我的领导，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但是我明天要出差，一大早就得赶飞机，实在去不了您的婚礼。真是不好意思，我是真的要去出差，公司那个3000万的大项目，客户点名要我去对接，机票都订好了，早上7点的航班。这个项目我跟了整整3个月，从最初的方案策划到中间的反反复复修改，再到最后的商务谈判，每一步都是我亲自盯的。客户那边是行业里有名的大公司，对接人张总脾气很大，之前换了3个项目经理，他都不满意，最后指名道姓要我负责。这个项目如果拿不下来，公司下半年的业绩指标就要打折扣。我为此熬了无数个夜，方案改了10几版，黑眼圈都熬出来了。我以为这样说林薇会理解，毕竟工作是工作，婚礼是婚礼，总不能为了参加婚礼就把3000万的项目扔了吧？而且他结婚是他的事，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工作和行程？但我错了。下一秒，他的音量一下子拔高了8度，那种尖锐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刺耳，像指甲划过黑板一样，让人浑身不舒服。我感觉自己的耳膜都在嗡嗡作响，太阳穴突突的跳。人不到场，礼总要到吧？我下意识地把手机拿远了一些，揉了揉被震得发疼的耳朵。赵熙，你刚发的年终奖足足有200万，起码应该拿出188万给我随礼。我瞬间清醒了一大半，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被子滑到一边，凉意顺着后背爬上来，但我完全没有心思去管。200万的年终奖是我拼死拼活干了1整年才拿到的，公司规定业绩提成和年终奖挂钩，我创收6000万，按照3个点的提成算，本来应该拿到180万，加上各种奖金和补贴，凑够了200万。这笔钱我还没捂热乎呢，他居然要拿走188万，他怎么不去抢银行？剩下的12万记得明天取成现金带过来，我要用来包堵门红包，反正你赚钱容易。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整个人气得发抖，手指紧紧攥着手机，指节都泛白了。他这是在暗示什么？我谈下来的每一个客户都是靠专业能力和用心服务换来的。我加班到凌晨改方案的时候他在哪？我为了赶项目连周末都在公司吃泡面的时候他又在哪？我陪客户吃饭从来不喝酒，更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我的业绩干干净净，经得起任何调查。他凭什么这样污蔑我？就因为他自己做不到，所以别人一定也是靠歪门邪道。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是不是有病？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都在发抖。200万是我凭本事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有，明天我要出差，去不了。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我能想象到林薇的表情，她一定瞪大了眼睛，嘴巴微张，不敢相信我敢这样跟她说话。在公司里，她习惯了所有人都顺着她，捧着她，谁敢顶嘴她就给谁穿小鞋。上个月有个实习生就是因为多问了一句为什么，就被她骂了半个小时，最后哭着辞职了，连工资都没要。然后她嗤笑一声，语气里满是嘲讽，那种笑声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恶意和轻蔑。我看你是嫉妒才不敢来的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谈合同的手段，我是懒得拆穿你。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嫉妒他？我嫉妒他什么？嫉妒他1年业绩不到100万，嫉妒他靠着拍马屁才混到主管的位置，还是嫉妒他那张整容过度的脸？他以为他自己是谁？
我老公可是集团总经理，如果你不拿着188万的随礼过来，那就等着丢饭碗，被行业封杀吧。他说完，得意地挂断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屏幕的光在黑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眼，照得我的脸惨白。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吹得窗帘沙沙作响。集团总经理，她老公是集团总经理霍延川，不可能。我哥霍延川3年前就结婚了，嫂子在军方保密单位工作，是重点保护对象，他们感情很好，孩子都2岁了。上次视频的时候，小家伙正在学走路，摇摇晃晃的，像只小企鹅，嫂子在后面扶着他，我哥在旁边录像，一家3口其乐融融。这大半年，我哥一直待在边疆陪着嫂子，因为嫂子那边的任务很重，压力很大，我哥请了长假去陪她，连公司都没回过几次，怎么可能跟林薇搞在一起？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要么是林薇在撒谎，要么是他被人骗了。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微信弹出一条消息，是林薇发来的转账截图，上面是52万的转账记录，复言是给亲亲老公的嫁妆，实名那一栏赫然写着霍延川3个大字，我愣住了。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砸在脸上。我揉了揉眼睛，把屏幕凑近了看，实名认证的霍延川，头像确实是我哥的照片，但那是我哥3年前在公司年会上拍的。那时候他还没结婚，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站在台上讲话，灯光打在他身上，被谁抓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我见过，是我哥以前的微信头像，但后来他换成了一家3口的合照。可是林薇怎么会有这张截图？难道他真的跟我哥有联系？还是有人把这张截图给了他？不对，我哥的为人我太清楚了，他从小就被爸爸教育要正直忠诚，对家庭负责。他跟嫂子是大学同学，谈了4年恋爱才结婚，感情深厚得很。他绝对不是那种会在外面乱来的人。而且这大半年来，他一直在边疆陪着嫂子，那边的信号时有时无，连我都经常联系不上他，更别说跟林薇谈情说爱了。上次跟他通话还是1个月前，他匆匆说了几句就挂了，说嫂子那边有紧急任务，然后就再也打不通了。可是林薇凭什么这么有底气？他敢在公司办婚礼？我是总经理夫人，188万。这背后一定有问题，要么是有人骗了他，要么就是他在骗别人。不管哪种情况，我都必须搞清楚。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睡意全无。窗外的天色还是黑的，连月亮都躲进了云层里，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见我不回复，林薇的消息又发过来了，一条接一条，像连珠炮似的，每一条都带着愤怒的表情包。怎么害怕了？赵熙，就凭你刚才对我的态度，我能让我老公分分钟拍了你。凭本事赚的，那是因为我老公心善，给你的好脸色太多，让你忘了自己是靠谁养活的。他一口一个我老公，叫得亲热极了，好像霍延川真的就是他的人一样，好像他们已经领了证，办了酒席，成了一家人。我隔着屏幕被气笑了。嫂子在军方保密单位工作，军婚是受国家法律特殊保护的，破坏军婚那可是要坐牢的，最高能判3年。林薇这么干，她不怕吗？还是她根本不知道我嫂子是干什么的？凌晨4点，我彻底没了睡意。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城市的灯光稀稀疏疏。我靠在床头，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想着这件事。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角落延伸到灯的位置，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时间，哥嫂肯定都睡了。嫂子在保密单位工作，作息时间本来就不规律，经常要值夜班，我不能在这个点打扰她。而且那边的信号经常被屏蔽，打电话也未必能打通。我拿起手机，又看了一遍那张截图，霍延川3个字刺得我眼睛疼。我把截图放大，仔细看了每一个细节。转账时间是昨天下午3点，金额52万，复言给亲亲老公的嫁妆52万，谐音我爱。林薇这是在对谁表白呢？如果她真的以为她要嫁的人是我哥，那她一定是被骗了。骗她的人一定知道她和我哥之间的信息差，知道她没见过我哥本人，只知道名字和照片。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公司里，就在我们身边。我冷笑一声，行啊，我倒要亲眼看看林薇是怎么嫁给我哥，当上集团总经理夫人的。我拿起手机给她回了条消息，好，我明天不仅会准时到，还会送领导您一份大礼。林薇秒回，算你识相，记得把钱带上，188万1分都不能少。后面跟了一连串得意洋洋的表情包，我没再理他，关掉聊天框，又给我哥发了条消息，哥，你认识林薇吗？没有回复，我又发了一条，有人冒充你在外面骗婚，你小心点儿。消息发出去，前面只有一个灰色的圆圈，一直在转，就是发不出去。果然，军区的信号又屏蔽了。我又给嫂子发了条消息，嫂子，你和我哥还好吗？有人冒充我哥在外面骗人。同样石沉大海。我叹了口气，把手机放到一边，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办。林薇给的婚礼地点是在公司，这本身就很奇怪，哪个新娘会在公司办婚礼？又不是搞年会，但林薇偏偏就这么干了，还理直气壮地在公司群里发了通知。我在自己家办婚礼，轮得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
别说这个公司了，过了明天，整个集团都是我的。这是他在公司群里发的原话。我记得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整个群安静了足足有半分钟，没人敢接话。后来才陆陆续续有几个林威的心腹发了恭喜林主管之类的表情包，其他人都在装死。我翻看着那些聊天记录，只觉得荒唐。集团是霍家的，我哥和我各占1半股权，这是写在公司章程里的。林威凭什么说整个集团都是他的？除非他真的以为他嫁给了霍延川，而霍延川会把集团分他1半。可是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蠢到这种地步？除非骗他的人手段太高明，让他深信不疑。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昨晚几乎没怎么睡，眼睛下面挂着2个黑眼圈。我洗了个澡，化了淡妆。我不想穿得太张扬，也不想穿得太随便。我没有开那辆迈巴赫，那辆车是我哥送我的生日礼物，300多万，开出去太扎眼了。今天这种场合，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打了辆车，跟司机说了公司的地址。车子在清晨的街道上穿行，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脑子里反复演练着今天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公司大楼在朝阳的映照下泛着金色的光，霍氏集团的标志在大楼顶端正中央，是烫金的字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今天这里要办一场荒唐的婚礼。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电梯到了18楼，门一开，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哪里是公司，这分明就是个婚庆现场。办公区到处都是大红色的喜字和芭比粉的丝带，这2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俗气的辣眼睛。红色的喜字贴满了每一面墙，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粉色的丝带从天花板上垂下来，随风飘动，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香水味，混合着早餐的包子味和咖啡味，让人有些作呕。天花板上挂着粉色的气球，每个气球上都系着金色的丝带，每个工位上都贴了红色的喜字，连饮水机上都被系了粉色的蝴蝶结，地毯上撒了玫瑰花瓣，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混杂在一起，踩上去软绵绵的。最让我震惊的是，林威穿着款式夸张的露肩婚纱坐在我的工位上，我的电脑、我的文件夹、我的水杯、我的照片全都被推到一边，堆在角落里。而他穿着那件白色的缀满了亮片和珍珠的婚纱，大大咧咧地坐在我的椅子上，翘着2郎腿，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正在补妆。他怎么敢？他的脸上画了精致的网红妆，浓重的眼线和夸张的假睫毛让他看起来像从某个直播平台走出来的女主播，眉毛画得又黑又粗，像2条毛毛虫趴在脸上，嘴唇涂着鲜艳的正红色，跟婚纱的白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头上戴着一个亮闪闪的皇冠，镶满了水钻，在灯光下晃得人眼睛疼。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花束很大，几乎要把他的上半身都遮住了。几个女同事围在他身边，帮他补妆、整理婚纱、递水、扇风，殷勤的像伺候皇太后一样。见我2手空空的走过来，林威猛地一拍桌子，啪的一声巨响，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赵熙，钱呢？他尖锐的声音简直要刺破我的耳膜，所有人都看了过来。我办婚礼，你就这么2手空空的来了，太没有教养了。我双手一摊，平静地看着他。抱歉，林主管，年终奖已经被我花完了，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随礼。林威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周围的同事也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200万的年终奖，说花完就花完了？我扬了扬嘴角，不紧不慢地从手机里调出和我哥的合照，放在林威面前。照片里，我和霍延川站在一起，他搂着我的肩膀，2人都笑得很开心。那是前年过年时拍的，背景是家里的客厅，还能看到后面的全家福。但我有个问题，今年总经理来公司的次数不超过3次，林主管是怎么和总经理谈上恋爱的？看见合照，围在林威身旁帮忙化妆的几个女同事顿时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有人小声嘀咕：赵熙怎么会有和总经理的合照？这背景看着像家里啊，不是公司拍的。不会吧？难道赵熙跟总经理有什么关系？可林威不但没惊讶，反倒嘲讽地笑出了声。你们这些00后胆子越来越大了，连和总经理的合照都敢 P。他一把抓过我的手机，对着照片看了几秒，然后不屑地扔了回来。少看点少女漫吧，平时不择手段我不管，敢惦记我的男人，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他盛气凌人地叉腰，指着我的鼻子：200万你居然花完了，早知道就不该给你发这么多年终奖，不知感恩。不行，今天这188万你必须给我，这都是我和延川的夫妻共同财产，今天拿不出来你就收拾东西立马走人，这个月工资也别想要了，公司养你太亏本了。几个同事怜悯地看向我，我觉得可笑极了。亏本？今年我一个人就给公司创收了6000万业绩，这200万年终奖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发放的，而你1年的业绩都不到100万吧？你没资格说我。你的婚礼我不感兴趣，礼金我更不会给。林威气得面目狰狞，岂有此理！你诚心来破坏我的婚礼是吧？
我就不信我堂堂霍氏集团老板娘还治不了你了。老板娘，呵，我刚要激情开怼，一直站在我身后的实习生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他叫小周，是今年刚来的应届生，平时跟着我学东西，乖巧懂事。他把手机塞到我手里，西姐，你别硬刚，我们都确认过了，林薇的身份绝对没问题，他要你就给他吧，咱们打工人惹不起老板娘这种上层人士。我狐疑地看向屏幕，下一秒，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那是林薇的社交账号，主页上全是秀恩爱的内容，置顶的一条就是跟我哥的合照。照片里，林薇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那个男人的脸被打了码，但备注写着“霍先生”，下面还有一大段肉麻的配文。往下翻，还有数不清的恋爱暧昧聊天记录，那些聊天记录语气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习惯，居然真的和我哥一模一样。比如，我哥喜欢用句号结尾，从来不用感叹号。比如，他习惯把好写成好的，显得很认真。比如，他从来不发语音，只打字。这些细节，林薇的聊天记录里全都有。我往下翻了几条，越看越心惊。林川，你今天来公司吗？我好想你啊。好的，今天有事，改天。那你什么时候来嘛？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下周吧，到时候联系你。好的，老公，我等你。这些对话的语气确实像是我哥会说的话，简洁、礼貌、疏离。但问题是，我哥根本不可能跟林薇说这些话，他连林薇是谁都不知道，除非有人冒充我哥在跟林薇网恋，而林薇居然深信不疑。我立刻给我哥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然后是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大概是军区屏蔽信号的原因，那边一直打不通。我又打了一遍，还是同样的结果。林薇翻了个白眼，冷笑一声，冲过来一把将我的手机拍掉，啪的一声，手机摔在地上，屏幕裂了一道缝。听不懂人话是吧？快把钱转过来，不然我让法务告你。我皱眉一躲，林薇扑了个空，身体失去了平衡，整个人踉跄了几步，跌倒在地。我的肚子，我的孩子，这可是集团嫡长孙。整个办公室瞬间炸开了锅，10几名同事蜂拥而上，有人赶紧拨打120，有人赶紧扶林薇起来，还有人鄙视地瞪着我。赵熙，你发什么神经？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要杀人吗？这可是总经理的孩子，你亲手砸了自己的饭碗啊！赵熙，你是不是疯了？连孕妇都推！我正准备辩解，下一秒，一只有力的手将我推撞到墙上，后背撞上冰冷的墙壁，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是副总顾明，顾明是公司的2把手，40多岁，秃顶，啤酒肚，脸上永远挂着谄媚的笑。他没什么真本事，就是会拍马屁，谁有权势他就巴结谁。赵熙，今天可是总经理和林薇结婚的日子，收起你恶心人的嫉妒心，立马向林主管赔礼道歉，赔偿100万精神损失费，不然这事闹到总经理耳朵里，就不止赔钱这么简单了。我被他的话搞得一脸懵逼，100万精神损失费，他摔了一跤就要100万，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而且顾明作为公司的2把手，难道不知道总经理早就结婚了？3年前我哥结婚的时候，顾明还随了礼，随了2000块钱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微皱眉头，行啊，那就叫来总经理，只要他说赔偿，我都认。顾明看了一眼林薇的脸色，见他微微点头，他更加怒不可遏了。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现在就给霍总发消息。此时，林薇经过医生诊断，他只是受了点惊吓，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确认没事后，也重新坐回了椅子上。林薇怨恨地瞪着我：赵熙，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果然如他所言，代价很快来了。准备打电话的顾明刚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就怒气冲冲地走到我身边。你今天为什么按照行程出差？客户等了你足足2个小时，投诉的电话都打到公司了，3000万大项目就这么回你手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个项目我跟了整整3个月，好不容易才敲定。今天早上，林薇要求我必须来参加婚礼，我无奈之下只能让客户那边改时间，但客户等了我2个小时，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取消了今天的会议。现在项目岌岌可危，顾明没有犹豫，恭敬地转向林薇：霍总，行程忙，公司里的事儿该怎么罚，您做主就行。林薇往凳子后背一靠，双手抱胸，姿态傲慢极了。她慢悠悠地开口，语气轻飘飘的：那就调去保洁部，薪资调整为1500一个月，作为惩罚，年终奖全额返还给公司，另外给我188万作为个人赔礼。1500一个月，年终奖全额返还，还要给他188万，真敢要！周围的同事都倒吸一口凉气，有人小声说：这也太狠了吧！赵熙1年给公司赚6000万，就这待遇？我强压怒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我没去，是因为林主管要求我必须来参加婚礼，做主取消了我的出差行程。项目丢失的责任不该我担。我拿出手机里凌晨和林薇的聊天记录，我有证据，所以你们的处罚我不接受，不接受。现场没人去看我手里的证据。你别忘了，公司谁说了算？今天我在这里，公司就得听我的。原因很简单，我是霍氏集团的老板娘，我的孩子以后会是霍氏集团的继承人。听说霍氏集团董事长有一儿一女，霍总的妹妹也有1半的股权，继承人他也算一个。林主管，想必你和他妹妹关系很好吧？当然了，昨天还一起喝了下午茶，待会儿我小姑子就要来接亲。昨天一起喝下午茶，我昨天一整天都在公司加班，什么时候跟他喝过下午茶了？不过，她一个女的凭什么当继承人？我老公说了，等我儿子生出来，霍家所有的股份都得拱手送给我肚子里的龙子。我差点笑出声，我哥会说这种话？顾明很有眼色的上前，满脸堆笑。对，您说的对。作为新婚贺礼和赔礼，接下来赵熙所有的项目提升都算您的。我脑子嗡的一声，公司项目提成按照季度结算，我还有100多万的提成会在下个月发，这是想光明正大抢走我所有的劳动成果，欺人太甚。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紧紧汇聚在我身上，都等着我撕破脸看我的笑话，但我只用几秒钟就平息了怒火，缓缓抬起头。有几个项目还在收尾，对接方只认我。林主管，你确定要抢走？笑话，只认你？我看他们认的是你的什么本事吧？你自己心里清楚。难道他们会认你这种人，不认我这个老板娘？说完，他直接拿起我工位上的联络文件，翻出客户的联系方式。张总啊，我是霍氏集团的老板娘，您的合作以后由我跟进了。王老板，我林薇，总经理夫人，您的项目我来对接，公司我有话语权。李总，我是林薇啊，以后赵熙的项目都归我了。几个同事看着他，大气不敢喘一口。10几个客户全部联系完，他得意的目光上下打量我。就在这时，他忽然瞥见了我包上挂着的车钥匙，那是一把迈巴赫的车钥匙。林薇的脸色瞬间变了。迈巴赫！他瞪大眼睛，声音都变了调。赵熙，你才20出头，居然开上迈巴赫了！他走到我面前，死死盯着那把钥匙。一辆迈巴赫要300多万，你手里的年终奖和提成加起来才勉强够，剩下的钱从哪里凑来的？是拿了哪个客户的，还是贪污了公司的公款啊？顾明走上前，一把拽过我的包，粗暴地扯下车钥匙，递到林薇手上。贪污的钱应该还给公司。赵熙，你明天就去办过户，把车还给林主管。我懒得再跟他们吵，直接上手把车钥匙夺了回来，拉扯间，林薇眼疾手快，一把拦住了我的去路。他往我跟前一站，逼得我不得不后退半步。我被他堵在墙角，眼眶一下就红了。他又伸手朝我指了指，上下打量一番，那眼神让人浑身不自在。差点忘了，今天我结婚，按我们老家的规矩，还得婚闹呢。他的目光往在场所有同事身上扫了一圈，都愣着干什么？闹得越狠，我将来就越幸福。总经理一高兴，说不定还给你们发奖金。听他这么一说，几名男同事犹犹豫豫地围了过来，有人伸手招呼我，嘴上说着配合一下，我连连往后躲。有人在林薇的授意下挡住了我的退路，被围在当中的感觉让我浑身发冷。我攥紧拳头，声音发颤：“你们别过来，我要报警！”林薇朝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拿起彩带喷雾，冲着我笑呵呵地喷了过来。粉色的彩带粘在我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你乱叫什么？婚闹懂不懂？顾明，拿绳子把他捆起来。婚闹的时候乱动，对新娘不吉利。顾明有些犹豫，他手里拿着一捆红色的绳子，进退两难。趁他呆愣的间隙，我一口咬上林薇的手腕。啊！林薇惨叫一声，松开了我。我挣脱开来，立马拿起手机报警。你好，我要报警，这里是霍氏集团，有人猥亵。电话没打完就被林薇一把抢走了。他把我的手机狠狠砸向地上，屏幕顿时4分5裂。下一秒，他一把扯过我的衣领，右手高高扬起，但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我脖子上的东西掉了出来，那是一块玉佩，圆形的平安扣，通体碧绿。林薇愣了一秒，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这可是我老公给我的传家玉佩，你怎么会有？林薇狠狠扯掉我脖子上的玉佩，红绳勒过我的脖子，留下一道红痕。我本想伸手去抢，但她这番话直接让我惊呆了。这是妈妈生前替我和哥哥每人求的一块平安扣，价值上亿。妈妈去世前把我和哥哥叫到床前，这是妈妈给你们求的平安扣，一人一块，要好好保管，代代相传。
哥哥的那块早在结婚那天就被当成传家宝亲手给了嫂子，嫂子带去了保密单位，而我的这块一直挂在脖子上，因为思念亡母不舍得摘下，他怎么可能见过？真不要脸！这是我和言川的定情信物，什么人都敢招惹，当第三者上瘾了是吧？这块玉佩我怕弄丢，一直放在我老公那里。说你怎么拿到的？是不是偷的？你胆子也太大了！霍家家教很严，要是他们知道你动他们的东西，你吃不了兜着走。他尖叫着质问我，因为情绪激动，手都在发抖。然后他把玉佩狠狠摔在了地上，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都愣住了。我脑子轰的一下，浑身发抖。那块玉佩，妈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就这样碎了。我颤抖着扑过去，双膝跪在地上，伸手捧起几块4分5裂的碎玉，紧紧攥在手里。碎玉的边缘很锋利，割破了我的手心，鲜血顺着指缝流出来，但我感觉不到疼，泪水夺眶而出。我猛地转身，一巴掌扇到林薇脸上，啪的一声。你是不是有病？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林薇被我甩了一巴掌，脸上立刻红肿起来。她捂着脸，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她本想冲上来还手，被几个同事劝住了。刚才赵熙报了警，警察很快就到，一旦看到打架，现场所有人都脱离不了关系。林主管，犯不上跟这种人生气，吉时马上就要到了，今天可是您结婚的大日子，别耽误了自己的好心情。是啊，林主管，您消消气。林薇白了我一眼，你说的对，等我结完婚，有的是时间收拾你。我怀着龙子，不能丢了正宫的脸面，我得先顺利结婚，以防某些人动歪心思。他整理了一下头纱，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粉饼补妆。大家可都看到了，玉佩是赵熙没拿稳才摔碎的，碎片都还在他手里。等会儿霍总来，你们都知道该怎么说吧？众人连忙点了点头。我的怒火直线上升，手心还在流血。我拿起碎裂的手机，屏幕虽然碎了，但勉强还能用。我打开军属联系的官方专用通道，这是嫂子当初帮我开通的。我用颤抖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下短信。我要举报，有人损坏他人价值上亿的财物，还想破坏军婚。地点：霍氏集团大楼18层。嫌疑人：林薇。已收到，请务必保证自己的安全。我马上派人来。我握着手机的手终于不再发抖了。与此同时，林薇正在悠然自得地拍照、补妆，完全不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我沉了沉眸子，又给家里发去信息。很快，林薇的手机响了，她一脸惊喜，掩饰不住的娇羞：“我老公要来接我了！”有人拍到了他来接亲的图片，黑色的豪华专用轿车。办公室所有人凑到一起，激动地打开手机准备拍照，共同期待着见证这一场集团继承人顶级婚礼的降临。但很快有人发现了不对劲，可是这前面怎么是10几辆警车开路？对啊，还有特警车，那些车牌怎么是黄色的？这黑色轿车的黄色车牌我从来没见过。00102。林薇羞涩地低下头。霍氏集团可是首富，当然有牌面了。林薇雀跃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林薇满心期待地往窗外望去，却只看了一眼，顿时花容失色，跌坐在地。警笛声响彻耳边，最先到达的是10几辆警车，停满了公司的停车坪。许多身穿制服的警察干脆利落地下了车，直接往办公楼里冲。而此刻，办公室所有人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这才意识到接亲车队根本就没来。有人开始慌了，问林薇这是怎么回事？这好像不是接亲的车队啊！对啊，怎么全是警车？林薇有些忐忑地咽了咽口水。赵熙，你居然真的把警察叫来了！今天可是我结婚的好日子，你诚心给我找晦气是不是？好，我现在就把我老公叫过来，你等着，我老公可是首富，在警局肯定有熟人，警察抓走谁还不一定。我没说话，只是冷眼看他表演。他颤抖的手飞速敲击着手机键盘，下一秒，10几名警察的身影出现在电梯门口，为首的警长径直向林薇和我的方向走过来，最终停在了林薇面前，掏出警官证，目光锐利如鹰。我们接到上层指示，来这里处理一件价值上亿的财务损失案，嫌疑人林薇。薇，我挑眉看向因震惊而失语的林薇，反应过来的他瞬间炸毛。不可能！他破防地吼出这一句话，所有同事都坐不住了。上亿！该不会是刚才那块玉佩吧？林主管这下完了！我把玉佩碎片展示给警察，林薇强装镇定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不是我弄碎的，现场所有员工都可以替我作证。再说了，这是我丈夫给我的传家宝，我还没报警呢，倒是有恶人先告状了。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是首富的儿媳妇，霍氏集团总经理是我老公，我要报警，这个赵熙打碎了我的定情信物，快把他抓起来！说着，他暗戳戳地给同事们使眼色。我平静地举起手机，向警察展示了刚才记录一切的公司监控。就在刚才报完警，我早就已经用霍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权限登进了公司的监控系统，提前把证据拷贝了下来。此刻，
一同交给警察的，还有他们婚闹、抢夺我车钥匙的监控录像，证据确凿。警察二话不说，直接掏出手铐，连同刚才参与猥亵和欺负我的10几个员工，全部反剪了双手。他们全部吓得瑟瑟发抖，眼神里满是懊悔。警察同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林薇让我们干的，我们也是被逼的。林薇急了，不可置信地质问警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霍延川的未婚妻。”他话音刚落，门口出现一道凌厉的身影，10几名警察立马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以示尊重。来的是一位老者，虽然白发苍苍，但腰杆笔直，不怒自威。你说你是霍延川的妻子？林薇还在不知死活的点头。对啊，今天婚礼过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霍夫人了。怕了吧？那还不赶快把赵熙给我抓起来！老者先是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心疼，最后视线紧紧落在林薇的脸上。霍延川的妻子我认识。林薇大叫一声，打断了对面的话。我可没见过你。他理了理头纱，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我知道，有钱人的社交圈子错综复杂，很正常。所以你看到的应该就是些不入流的人。而我身怀霍家长孙，是霍延川唯一的原配。我林薇，霍家以后可是要把集团交给我儿子的。老者缓缓出声，面无表情的脸上藏着盛怒。是吗？你肚子里是霍延川的孩子，你确定？林薇回答的斩钉截铁，100%确定。延川很看重这个孩子，他还准备取名叫……哎，你们干什么？几名身穿制服的人走上前，将林薇从凳子上提了起来。老者目光沉沉，林薇，你涉嫌破坏军婚，我们要把你带去军事法庭上审判，押走。破坏军婚，林薇不可置信地把这4个字在嘴里反复念了好几遍。不可能！我丈夫是商人，跟破坏军婚有什么关系？我看着他的眼睛，冷冷开口：霍延川3年前已婚，妻子是军事保密单位的重点保护对象，膝下育有1子，他已经去边疆陪伴妻子大半年了。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林薇，现在交代清楚，你还能少判几年？听见我的话，林薇顿时张大了嘴巴。什么？不可能啊！今天可是我们的婚期，我这里有聊天记录，他说要来娶我的。他奋力挣扎，却被人按在凳子上动弹不得。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在捣鬼，这都是你雇来的演员吧？你想自己嫁给延川，对不对？我早就知道豪门媳妇难当，你以为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吗？等我老公来接亲，你们这群演员就惨了。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就在林薇即将被押走的时候，警方又带上来一个人。林薇，这就是你嘴里的霍延川。看清被押上来的人，众人都愣住了，只有我被直接气笑了。原来林薇嘴里的豪门老公是他啊！不是他呀！林薇的目光扫过去，整个人彻底呆住了。我老公是霍延川！徐叔，我忽然出声解释。林薇猛地看了过来，我的目光看向徐达被汗浸湿的脸上，最后定在他身上的西服上，暗红色定制款，那是我哥珍藏在柜子里的，结婚时穿过的西装。怒火瞬间上头，徐达不敢直视我的眼睛，2只手不安地搓着裤边。小姐，他颤颤巍巍地开口：都是我鬼迷心窍，我假借霍总的名义跟林薇网恋，对不起你们。什么意思？我谈的是霍延川，跟你这个又矮又老的胖子有什么关系啊？谁跟你网恋？还有什么小姐？你叫谁小姐呢？徐达眼见事情已经败露，索性不装了。不吃香菜是你跟我网恋的网名，你最喜欢的水果是小番茄，最喜欢的菜是姜辣凤爪，这些都是我们恋爱的小细节。对不起，我其实只是霍总的司机。自从那天在公司门口见到你跟客人打招呼，我就喜欢上你了。我追求的手段有错。他转向我鞠了一躬。小姐，对不起，我本想办了婚礼再说，没想到惊动您了。我对不起您和大少爷的信任，我罪该万死。林薇此时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一样了，她上下嘴皮一张一合，好几分钟都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假的，都是假的。所以要跟我结婚的不是霍延川，赵熙是霍延川的妹妹，可她明明姓赵。她整个人面如土灰，我也懒得解释，我姓赵是因为随母姓。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在警察的同意下，电话被放到林薇耳边，声音却通过扬声器传了出来。就你叫林薇是吧？赵熙的项目马上要收尾了，你凭什么接手？你谁呀？我的项目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林薇被吓到一时失语，还没等他回复，第2个电话也紧跟着来了。总经理夫人，哪来的骗子？我已经报警了。不是赵熙，我不认，所有项目取消，我们和霍氏永不合作。接着是第3个、第4个。我们指定的对接人是赵熙，
你必须赔违约金500万。你发什么神经？霍总可是我好哥们儿，他早就结婚了，信不信我告你诽谤？电话铃声像催命符一样在办公室里炸开，林薇连拿起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眼神涣散，被巨大的信息量震惊到失焦，她的手不自觉地舞向小腹，突然一亮，不对啊，我有证据，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霍延川的，我有酒店的监控视频。下一秒，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霍延川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是吗？林薇不顾一切地扑向霍延川，但霍延川侧身一躲，他扑了个空，狼狈地趴在地上。你终于来了！团建那晚你喝醉酒了，我们发生了关系，这孩子就是你的。我哥面无表情地往后退了几步，眉眼间是藏不住的嫌弃。林薇看见了，突然就开始癫狂的大笑。你不承认也没用，是你就跑不了。网恋被骗我认了，可那晚我们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在警方的同意下，他拿出手机调取了相册里的监控录像画面，只见画面里林薇搀扶着喝醉了酒的我哥进了同一个房间，并且一晚没有出来过。我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冷笑一声：是吗？敢不敢去做静脉穿刺鉴定？我话音刚落，徐达哀求的求我收手。不用了，我承认那是我的。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和霍总的孩子。徐达低着头，在我哥和警方军方的注视下，浑身都成了筛子。酒店房间在1楼，霍总那晚想回家，我从阳台把他接走了。后来林薇喝了很多酒，非要拉着我。你放屁！林薇激动的大叫，徐达蔫蔫的发出声音：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你自愿的。林薇瞬间破防，抓起手边的烟灰缸就要往徐达头上砸去，被特警直接按到了地上，侧脸着地，双眼愤恨地瞪着我。我哥走上前，心疼地看着我：妹妹，受委屈了。我摇摇头，他把我拉到老者身边，深深鞠了一躬。首长，辛苦您跑这一趟，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处理吧。老者点了点头，拍了拍我哥的肩膀，带着人离开了。我哥走到被反剪双手的林薇身旁，开口说道：破坏军婚，自然会有法律来教你做人。接下来我们该谈谈赔偿金的问题了。林薇头发凌乱，整个人狼狈不堪。让我赔钱？呸！做梦！我没理他，接过我哥带来的律师手上的清算协议，那是一份厚厚的文件。我一字一句的开口念：损害公司合作项目共13例，共计赔偿金额1亿6700万元，损坏霍家传家宝玉佩价值1亿9000万元。对霍氏集团继承人赵熙造成的身体损伤、精神损失，我方将依法追究损失费和赔偿金，经初步估算，金额暂定3亿。说完，我抬起那双没有任何情绪的眼睛，看向了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林薇当场晕厥，直接被警察拖走了。几个刚才闹着婚闹的男同事吓得腿都软了，这些钱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们声音颤抖地哀求我：赵熙，哦不，赵小姐，赵千金，能不能原谅我们？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是啊，不帮他就给我们小鞋穿，要不是他骗我们自己要和霍总结婚，我们也不会上当。几个女同事更是吓哭了，差点要给我跪下。我没理他们，留下一封律师函，转身就走。走到楼下，我坐进迈巴赫，手里紧紧攥着那枚碎了的玉佩，碎玉扎破了我的手心，流了很多血。我正捏着玉佩出神，下一秒车门被拉开了，1年未见的嫂子微笑着坐到我身边，将我搂进怀里。谢谢，不怕，我会找人帮你修。顿时我的眼泪决堤，这场荒唐终于到此结束。又过去了1个星期，这期间我忙着和我哥一起休整集团内部。我们发现林薇曾打着霍总夫人的旗号，做了不少侵害集团利益的事，也私自赶走了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员工。她曾经用语言屈辱女员工，骂他们是狐狸精，是小三，甚至将他们赶走的时候，还给很多公司打去电话，封杀这些刚毕业的年轻姑娘。我一一找到这些员工，表示愿意高薪聘请回来，并邀请他们一起出庭指认林薇。那些女孩握着我的手，哭得泣不成声。赵小姐，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后来随着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林薇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她贪污公款，吃回扣，金额高达上千万，甚至利用职务便利和集团总经理夫人的名号，买下了一栋不花钱的别墅。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副总顾名的助纣为虐。很快到了法庭审理日，法庭很大，坐满了人。林薇穿着橘黄色的囚服，头发剪短了，素面朝天，和那天穿着婚纱的她判若两人。她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法庭上，她当场交代了自己和霍延川的合照，都是自己 P 的。那些聊天记录都是徐达冒充的。她本以为能顺利嫁入豪门，结果自己把自己做进了监狱。法庭上，我和穿着囚服的林薇四目相对，那一瞬间，我从她眼睛里看穿了很多情绪，有怨恨，有不甘，有懊悔，还有绝望。最终，
林威因为故意伤害罪、破坏军婚罪、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判处罚款1亿6700万元。而那几名男同事也因为猥亵罪被判了1年到3年不等，顾明作为从犯被判了5年。法锤落下，咚的一声，清脆而沉重。这些伤害过我的人，只能用一辈子来赎罪了。走出法院，阳光很好，天空很蓝。我抬起头，看着蔚蓝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阳光洒在脸上，暖暖的。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